鬼火是人为的，被烧死的人应该也是受人指使，否则说不出那2句话。仔细调查所有死者生前所有行踪，找出共通之处。是。鬼火只是个引子，接下来才是正戏。江家有什么动静？明日是江家祭祖的日子，别的倒没什么大事。楚军是担心江二娘子那边会受到牵连，要不我去跟一跟。回来。谁让你去了？把心思放在正事上。哎，楚军心情怎么阴晴不定的？一会儿让我去送信，一会儿又不让我跟。你上次送完信也不见江二娘子来道谢，主君心中肯定不悦。哎，不对劲儿啊！你怎么突然跟开了窍一样？我一向都是如此，而你大概是被军棍打傻了吧？啊！将是我祖，为我家人，48节，不断香烟。李尔，江离，这成何体统啊！大哥，这可是坏了规矩的。叶夫人，想来你也和江离团聚了吧？请夫人放心，我承蒙其照顾，定会帮他讨回公道。离儿，咱们内眷是不能祭拜的，你这坏了规矩，赶快下来呀！对呀，夫君，是我这个做母亲的没有跟他说清。父亲，离儿好久没有见娘了，还请恕女儿无礼之请。离儿，长辈说的话你没有听见吗？在家里由着你随性出阁也就罢了，现在在全家人，在列祖列宗面前，请你收收你的性子。我想给我娘磕个头，还望母亲成全。看来你今天是非要坏这个规矩了。我只是行礼。江离，罢了，就让他祭拜一回吧。这可是祖宗留下的规矩，这要是破了规矩，是会给家里带来祸事的呀！夫君，这规矩总要有人讲。你们不想当坏人，那我来当。夫人，江离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成何体统？起来，起来！别拜了，住手！起来！你不要吵我的院儿！你不要吵我的院儿！不要吵我的院儿！滚！滚！你滚啊！哎呀！怎么让他出来了？来人，把他带回去！快，走吧，带回去！我的院儿，走，快！我的院儿，我的院儿，院儿，我的院儿，院儿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走。回吧。
张离，你太勇敢了。其实我也觉得，凭什么女眷就不能祭拜？刚才那个女的是谁？胡姨娘啊，你不记得了？幼年的时候跟你特别要好的江月姐姐，就是她所生的。老夫人，求求你放过孩子吧！求求你！胡姨娘原本是个通房丫鬟，先与你娘这位正妻怀了孕，与大理不和。本来老夫人是不准她留子的，毕竟万一生了儿子，这江家长子就成了通房丫鬟所生，也太不体面。可你娘心善，把她和腹内的孩子都保了下来。求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，饶了他吧。那胡姨娘感念你娘的恩情，一直不争不抢，待人和善。没过2年，你娘也有了你。江家妻妾和谐，在高门大户里也算是一段佳话。那后来呢？自从你娘去世以后，江家的一切就都变了。江月在假山玩耍时意外溺水，隔了半天，尸体才被路过的婢女捞了起来。救人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呐！玉儿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娘，你看看娘，娘带你回去好不好？娘带你回去。玉儿，玉儿。从此，胡姨娘日夜伤心，竟得了癔症，每天蓬头垢面的在家中晃悠。后来实在没办法，这才把她关到了后院的柴房。既然她被关在了柴房，那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？这个就悬了。就在你被送入真女堂的那天，这胡姨娘也从柴房消失了。季舒然找了大半日，也不见身影。后来你猜她去哪儿了？她是个疯子，又没有马车。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怎么来这儿了，但是从老夫人嘴里听说，这个人一直叨叨，说别连累江家。老夫人就觉得把他关在家中也有危险，所以就命人在这旁边把房间收拾了一下，就当是守坟了。看来这个胡姨娘也是个苦命的人。那既然她跟我母亲这么要好，我以后也应该经常来看看她。不行，她是个疯子，会打人的，而且你再来被别人看见怎么办？会说闲话的。无妨，以后会有机会的。行吧。童儿，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胡姨娘有些奇怪？奇怪？哪里奇怪？方才她似乎一直在暗中观察我，特别是我冲撞了季舒然之后，她的目光几乎盯死了我。反正就是奇怪。难道姐姐是怀疑她并无异症？可一个常人又怎么会装疯卖傻，还守着死人之墓呢？走吧。姐姐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怎么回事啊？二娘子，实在抱歉，这缰绳不知道怎么就断了，马也跑没影了。这好好的缰绳怎么会突然断了呢？可能是旧了，我这就把马寻回来。快去。撤！你们什么情况？三妹，我的马跑了。真是晦气。青花，你和他的丫鬟留在这儿，你坐我车先走。是。怎么，
是想晚点回去，然后在父亲和祖母面前装可怜告状吗？你那张嘴惯来厉害，我可不想等回去后，你又污蔑说是我娘弄坏你马车陷害你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多谢三妹了。你应该知晓我要被嫁入齐家的事了吧？听说了。你一手毁了我和周彦邦的婚约，你现在肯定幸灾乐祸吧？他本就不是你的良人，你懂什么？事已至此，你对我可有半分悔意？若我没记错的话，是你和季舒然意图陷害我在先吧？那还不是因为你一回来就处处针对我们母女。若你当初能够安安分分留在真女堂，就不会有我后面所遭遇的一切。我还是江家唯一的嫡女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错，都怪你。你说是我夺走了你的一切，你可曾想过，你所拥有的一切是从谁的手中夺走的？你可知我在真女堂过着怎样的日子？你在真女堂过得如何，与我何干？手给我。痛吗？我问你痛不痛？我在真女堂所承受的痛苦是此痛的1000倍、10000倍。我8岁的时候，当真是我害你母亲受的伤吗？他们设计令我蒙冤去了真女堂，怎么还不允许我为了自证清白回来？我对你并无偏见，亦无旧恨。当年我们都还年幼，我相信让我在真女堂待了这么多年亦不是你的主意。如今我回来，我只是要拿回原本就属于江离的东西，仅此而已。若你执意认为你所拥有的一切是我夺走的，而处处对我紧逼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愚蠢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有什么不敢说的？江若瑶，你在深宅大院里面待傻了吧？你身为江家的嫡娘子，为了周家那样一个废人，你把姐妹情砸得稀碎，你自己细细的想一下，你不后悔？如今我骂你愚蠢，都是说得清的。你别以为你在我面前高谈阔论，我就会听你的。不管怎样，你欠我的还未清，你要为你做的事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？别动，老实点，跟我走。你为何要把他打晕？你不是说过我们只是图财，早些问完他钱财在哪儿走便是。如此拖延，万一他是你我在一起的阻碍，没有他，我们早就能在一起了。你想想，江离回来之前，你是全京城样貌最美、琴艺最好的娘子，我亦是才貌双全的好儿郎。我们变成现在这样，他江离不该死吗？不该吗？你是要杀了他？深山老林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谁能查到我们？万一被查到，家丑不可外扬，江家和周家也定会死命护着我们的。你疯了吗？这是人命啊！他活着始终是个祸害，我们一天不得安宁。若瑶，我这么做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。
昨晚你说的什么？你都忘了吗？若瑶，我终于能见到你了。你如今不是已经娶了四妹妹吗？现在说这些做什么？若瑶，你明明都清楚的，我那是被人设计的。再说这些日子我从未断过给你的书信。江玉娥我根本没有碰过她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何用？你可知我阿母要把我安排嫁去齐家？不如我们私奔吧。什么？我们私奔去外地可好？去一个青山环绕、绿水萦回的地方，我们凑些钱，在那简简单单的过日子，远离燕京，远离你所有不喜欢的人和事，止于彼此。可是我娘，如今盯我盯得很紧，我怕一时半会儿难以从家中支取银钱。我怎忍让你为难？我去凑这个钱便是了。再不济，我可以去耕作做工。总之，无论如何，定不会苦了你。你贵为世家大族，书香门第，你怎那又如何？我只要跟你在一起。若瑶，我突然想起一个人，他应该出这个钱。谁？江离，他背后有叶家这个富商，我们若是绑了他，定能拿到不少银钱，足够我们日后生活。你一早就想杀了他，对吗？你一直在骗我。若瑶，相信我，我是不会害你的。若瑶，相信我。若瑶，若瑶，你不能走，你要走我们就完了。若瑶，你放开我！若瑶，你听我说。若瑶，若瑶，若瑶。你们为什么都要逼我？江离必须付出代价。宫宴那日我邀约你，你不去就罢了，为何还要陷害于我？我从未想过陷害你。那日，我同你一样，也是落入陷阱的猎物。狡辩！江玉娥都已经告诉我了，就是你在背后搞鬼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是你辜负了我，是你害我沦落到今日这步，你逃不了的。江离，你不是觉得你身子金贵吗？好啊，不如我们就把之前的春宵一刻补上。朱远邦，你好歹也是宁远侯家的公子，怎么满脑子混沌龌龊？你连真正害你自己的人都搞不清楚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还轮得到你来教训我？若是我今日会有什么不测，你以为你逃得了吗？就算周家和江家不追究，我背后还有叶家。你堂堂世袭公子下了大狱，你斯文扫地，你们周家体面尽毁。江离啊，江离，我差点又被你骗了。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，等我把你玩完之后，先把你的脚筋、手筋给挑了，然后再把你的舌头给割了，最后再把你的眼珠子给挖了。到时候你口不能言，手不能写，连看都看不见，又如何指认我呢？
等等，周远邦，你在若瑶面前这么对我，你就不怕伤透她的心吗？我们江家姐妹同是操戈，各有所求，只有若瑶一个人，她别无所求，她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不管我做什么，只要我哄哄她，她便会原谅我。她从小到大就被她母亲严加看管，没有锐气，只要我稍微哄哄她，她就会死心塌地地跟着我。倒是你，那么有主见，像匹野马，让人想要征服。不是，若瑶是因为喜欢你，她才原谅你。你竟然利用她的感情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她？她若不是江元柏的女儿，我会和她订婚吗？没有问题了吧？那开始吧。放手！放开！周远邦，今日是你自找的。我杀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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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慌，他没有死。张若瑶，为了这样一个人，你把你的真心赔进去了多少？哭够了，赶紧收拾一下回家。这件事恐怕后面不好处理。我看在你及时打晕了周彦邦的份上，我就姑且不追究你设计我来这里一事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要怎么跟周家解释。夫人，夫人，回来了吗？若瑶怎么还没有回来？不是跟着我们的车队一起回来的吗？我也觉得奇了怪了，而且连同江离啊也没有回来呢。什么？孙妈妈，孙妈妈，是，怎么了？说是江离和三娘子一块儿回来了，但是身上带着血。什么？堂堂相国千金，竟然做出与人私奔的荒唐事，自己名声不要了，被人利用了也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么蠢的女儿？娘，我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闯祸的时候怎么不想想现在？娘，我害怕。你就是活该。娘，你别叫我。从今天起，你给我待在这个院子里面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出来。夫人，夫人，这三娘子现在正是害怕的时候，应当好生安慰安慰。安慰？她也不想想她干了什么蠢事。我过去就是太宠她了，才会让她如此不懂事。现在就让她好好反省反省。哎，你过去给江玉娥传个话，切记别让人看到了，就说是。我的儿啊，彦邦啊，我的儿啊，你让为母怎么过呀？我匆匆赶去，只见二姐她离去的背影，而夫君他浑身是血，昏迷在地。我可怜的儿啊！江离，你给我
出来！您不能进！你拦着我干什么？你拦着我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江相国，江相国，我儿差点就没命了，就是因为江离，让他今天必须出来给我个说法。江离，你行，江离，给我出来，要不然我今天可就不走了。江离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找到9月了。楚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向来都是他找我们哪能找到他的踪迹啊？那你这么着急是为何事？江二娘子出事了。二娘子，主君请你去正厅。你们江家该给我一个说法了。我儿子，好好的一个大活人被打成那个样子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救治，这人就没了。江离，你来说，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？父亲，昨日祭祀完回家时，车夫偏偏把我带到了荒郊之处。等我反应过来时，那个车夫已经消失不见了。而后，周彦邦将我打晕捆绑，带到了一间破屋子里。周公子意图对我不轨，幸好三妹及时出现，出手制止了他。昨日我是差若瑶去买了些东西，他才晚了些回来。他并没有跟我说他见过你啊。你看，你这个满口胡言的小贱人，一定是你，意图勾引我们家燕儿未遂，你又怕她生长出来，这才对她痛下杀手的。若如宁远侯夫人所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我手上的伤是我自己弄的？你自己承认就好。父亲，昨日若瑶正好在场，不妨叫三妹过来一问。也好，我去叫若瑶。我说的话，你记好了。等会儿就说不知道，其他的我都安排好了。娘，我不想去。昨天还在问我该怎么办，今日就吓破胆了，任由那个江离把一切都推到你身上，你还想不想保全你自己？你争气点儿，别让那个江离给比下去了。走，去梳洗一下。娘，从昨天到现在，你对我说的话全是呵斥，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我这一番苦心是为了谁啊？瑶儿，你乖乖听话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我已经跟齐家那儿说好了，等解决了江离，过几日，你们的婚事就会定下来。到时候你嫁过去，定不会让你吃苦。若瑶，你来告诉我，昨日燕儿和江离的事情，你可在场？二姐是如何说的？昨日那个车夫将我送到偏僻之处，周公子企图对我不轨，是你及时出现，出手救了我。若瑶，你说昨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离儿，就算你害怕伤害周彦邦的事情被处罚，也不应该把事情推给妹妹啊。就算如你所说，周彦邦要对你图谋不轨，但若瑶为什么会在那里呢？该不会是彦邦带着若瑶要去害你吧？娘，父亲、母亲，昨日三妹见我久久未归，是担心我出意外才四处寻我，而后更是怕我受到伤害，才出手相救。昨日多亏了若瑶，我才免受侵害。若瑶可是我看着长大的，
他怎么可能会对我们燕儿下手呢？肯定是你为了脱罪，胡乱编出的话。罢了，我也不想听了。宁远侯夫人，请稍安勿躁。江夫人，我是看在我们两家有姻亲的份上，我先来的江家问的，要不然就去报官了。你们二位做父母的，就纵着这个丫头这么在这狡辩吗？既然这样，倒不如我们去衙门一趟，大家撕破了脸都臊一回。我看这样，你们才会给出一个说法吧。梨儿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和周公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父亲，我刚才说的就是事实。好啊，你还打死不承认啊？我儿现在在家里动弹不了，不知活得活不得。既然这样，我给你们留体面干什么？来人，把他绑了，去报官。是。慢着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不想在衙门里扫了一个可怜人的体面。你在这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，我在等三妹开口。三妹，事到如今你还不说话？你我是姐妹，我不管你出于什么，昨日就是你保护了我的清白，如此恩义，与我一生不忘。你原本就是个有勇气的人，就算一时看错信错，这有什么大不了？错的是你不该为那个人掩盖，而令自己惶恐不安。梨儿，不要再逼你妹妹了，她实在是没有办法帮你做伪证。我没有逼她，我只是在等她自己开口。她不小了，难道事还要靠母亲张罗出头？是非对错，早该她自己来分，总不能一辈子受人摆布吧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怎么开始挑拨起我们母女的关系了？你被辜负了这么长时间，你自己却什么都不知道。从小到大，遇到事只会回家，躲到你那间屋子里面，等着别人来哄。别人三言两语，你耳根子就软了，心甘情愿被人拿捏。你当真活明白了吗？自幼无主见，一生不得自在。三妹，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他从小被母亲严加看管，没有主见。只要我稍微哄哄他，他便会对我死心塌地。若瑶本来身体就不太舒服，孙妈妈在，带她回房休息吧。是。三娘子，快，我们回去休息休息啊！走吧。张若瑶，你又要躲回你那间屋子里面去了吗？你当真一辈子要这样过下去吗？巧言善辩，来人，把他绑了去报官。是，走。父亲，事实的确如同二姐所说，昨日我就在现场，是我不小心打的周彦邦。你瞎说什么？我没有瞎说。江若瑶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周彦邦仗势欺人，意图对二姐行不轨之事。我实在不忍心看二姐受辱，情急之下，才对周彦邦不小心下手重了些。女儿说的全是事实，甘愿担责。若瑶啊，你江相国，你可要为我们家燕儿做主啊！做主？我女儿江离的主是不是也该请宁远侯来做一回？你不是要告衙门吗？一道去问明白了也好。你们江家，夫人，快去请大夫！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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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
给我回屋去。夫人，你等一下。你刚才为何不说是我绑了你去周彦邦那里？若是我说了，就是逼你咬死，你什么都不知情。你还是在设计我，让你说出真相，让你接了周彦邦的伪面，让你认清当下，不再执迷，如此就是设计你。你不要花言巧语。你现在一定很满意了吧？自己全身而退，还让宁远侯夫人从此恨上我。江离，从季离起，你就处处抢我风头，抢我的人，抢走我的一切，这么久了，你为什么还是要跟我过不去？你若不回来，我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，窝囊、自私、冷漠、无能。我若是不回来，你就不会变得怎样怎样。这样的话你已经对我说了很多很多遍了，有用吗？真的是因为我，你才变成如今连你自己都瞧不上的模样吗？若是你当初真的一帆风顺嫁给了周彦邦，就是你喜欢的这个龌龊之人，今日今时你不害怕吗？又要躲了？错了不认，慌了就躲。这外头人心险恶，吃人不吐骨头。你那间闺阁能护你多久？你不要再说了。今日我逼你说出真相，是在为我自己解围，但并非每一句都是虚情假意。我说了，你是有勇气之人。周彦邦落难时，齐家这门姻亲强过周家不少，可你依旧钟情于旧人，可见你并非冷漠无情，而周彦邦那个无耻之徒根本配不上你。江若瑶，你好好的想清楚，真正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？根本没人在乎。真正的江若瑶是什么样的？明明为了这个女儿，什么都做尽了，却不成想，已经快把她逼到了绝处，真是可悲。二娘子，外面有人找你。江离呢？见过叶员外，我家娘子有事情出去了。有事？可是我刚得知宁远侯之事就赶过来了。他是被宁远侯夫人带走了吗？今日事情已经有惊无险，宁远侯夫人已经解决了。那江离又是因为什么事情出去了？不用说了，我应该知道了。我记得上次肃国公请我吃饭，还是在陆阳请我吃包子，这次可真大方。那日宁了童之阳，只不过你并不开心。这回呢？能喝一杯吗？你觉得我这次赢了吗？输赢并不重要，饭总是要吃的。我的一举一动，肃国公是不是都知道？下棋的人，能不知道自己的棋子落在何处吗？我们有没有机会换换位置？我也想下棋，我想在这大燕京城里和那些人痛痛快快的博弈一场。用什么棋子？我吗？肃国公敢说这话，我可不敢。
不过我也会想啊，像我们这样的闺中女子，有没有可能见更大的天地？哎，不说了，还是要多谢肃国公今天的这一桌美食，今日我是开心的。不过我先说啊，酒我不能多喝，就这一杯。若是怠慢了肃国公，还请肃国公不要送客。不至于。顺便说一句，司徒九月不在京城，找到他，恐怕要一些时日。我替薛县令多谢肃国公。才喝一杯就醉了？不是，闹了一上午，有点困了，我想眯一会儿。那便睡吧。